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肖戰又一新劇即將來襲，全員皆是實力派演員，陣容強大，爆款預定。好久沒見過這麼拼的國產醫療劇名場面了。東北雪夜，錦州街頭，為了演活那個跌落谷底的醫生劉增亮，肖戰在零下29攝氏度的雪地裡狂奔，睫毛結霜，眼神裡全是戲。從此之後，只要提到轉型這兩個字，觀眾腦子裡大概率都會浮現出這張凍得發紫的臉。不信，看看路透，穿着袖口摸破的舊羽絨服，腳踏15塊錢的洞洞鞋，臉頰凹陷，鬍子拉碴，這哪還有半點頂流偶像的影子？下一秒，他還要赤腳坐在凍土上，嘴裡還要吼着地道的東北話。下來吧，都把我堆成雪人了都。而那種令人心顫的破碎感就此種下。看到這裡我也是吃了一驚，現在的男演員為了拍戲已經狠到這個地步了嗎？拋棄了精緻妝造的偶像包袱，開機就下苦功，以為是簡單的醫療劇，結果直接扎進了東北的黑土地。現實版墜落天才好像還沒那麼簡單。2026年現實題材劇市場的高峰要比往年來得更早一些。整個春節檔，古偶劇佳作雖不少，但稱得上爆款的幾乎為零。電影市場也只有《飛馳人生3》一部爆款和《飆人》一部驚喜，反倒是現實題材這邊風景獨好，一部《小城良方》未播先火，延續了《狂飆》以來嚴肅題材大火的定律。而今年這股熒屏硬菜之風還並未停止。就在最近，央視8套放出消息，肖戰、姜妍領銜的28集現實醫療劇《小城良方》即將定檔。劇集開局就爆，愛奇藝預約量突破75萬，完全不輸 S 加級古偶。第一時間刷完資料，發現故事設定疊滿醫療加黑色幽默。基層醫生與東北鄉土之間的羈絆被他演透了，堪稱一本轉型教科書。下面就結合劇情演員和大家聊一聊，一部未播先火的醫療劇如何在觀眾心頭種紅豆。1. 雪地狂奔減重小城良方開局就牢牢抓住我的眼球。相比那些懸浮的醫療劇，現實題材好不好看，細節是關鍵。而這部《小城良方》開局就通過劉增亮這個墜落的天才醫生展開故事，引入3大看點，不僅死死地拿捏觀眾，還讓那種真實的疼痛感濃郁的幾乎溢出屏幕。第一，拼命。故事要從一場減重說起。肖戰飾演的劉增亮原本是北京3甲醫院的天才神外醫生，卻因醫療事故患上手抖症和恐血症，被迫返鄉。這設定聽着就透着一股子憋屈勁兒。為了貼合角色，肖戰直接減重18斤，臉頰凹陷，手背青筋凸起。更狠的是，開拍前3個月，他真就潛入縣醫院跟班坐診，拿200多張豬皮鏈縫合，戲服袖口上全是洗不掉的碘伏黃字。這哪是演戲，簡直就是把皮扒了一層。那種恐血症的生理性恐懼，不是靠演，是靠在雪地裡實打實動出來的。時間緊，任務重，為了拍好雪夜戲份，他在零下29攝氏度的天氣裡狂奔，還要演出那種對雪的恐懼。還的是肖戰，這種笨功夫一上來，直接把期待值拉滿。而隨着劉增亮回到東北老家，從天之驕子變成基層醫生，那個破舊的衛生院成了他新的戰場，命運自此糾纏難解。第二，互動。而此時的衛生院正上演着一出好戲。倪大紅飾演的老院長龍東東，看着是個玄學麻醉師，手術前還要念平安經，實則深諳人情世故，是基層的老油條。姜妍飾演的艾辰，從殯葬店老闆娘轉行做護士，性格飒爽，嘴上不饒人，心裡卻熱乎。
這幾個人湊一塊，那畫面太美。路透裡，王彥霖摟着肖戰左右搖晃，兩人在雪地裡攙扶前行，一個鬧一個笑。肖戰甚至默默把大半暖寶寶分給穿得單薄的搭檔，那種東北特有的熱鬧和溫情，在冰天雪地裡顯得格外滾燙。第三，爭議。熱度之下，爭議也沒閒着。有人質疑，醫療劇搞殯葬電吻戲，是不是太詭異了？還有人擔心，肖戰能不能接住姜妍這些東北籍演員的戲？這節奏感確實是個挑戰。畢竟東北喜劇的幽默感，不是學兩句方言就能拿捏的。更有人直言，30集太長了，別把醫療劇拍成家長裡短。不得不說，小程良方這回是真的在話題邊緣瘋狂試探，以基層醫療的窘境帶觀眾入戲，同時又埋下懸念，牢牢吸引着觀眾的眼球。那個恐血症到底怎麼治？劉增亮能不能在漏雨的屋頂下用土辦法救活那些沒錢治病的鄉親？當頂流偶像撞上煙火人間，這出戲到底能不能成？入戲了。2. 觀感，真實、荒誕、溫情，這現實主義醫療劇讓我上頭了。看完資料，你要問我觀感如何，我會直接用6個字形容：真實、荒誕、溫情。其一，故事真實。相比那些光鮮亮麗的都市劇，本劇顯然主打一個土味和落地，全劇沒有哪怕一點懸浮感，一上來就是東北小城的破舊街巷。漏雨的診室，缺 CT 就用艾灸煙定位，那種基層醫療的窘迫，不用旁白，光是畫面就讓人心裡發酸。屋頂漏雨，設備老舊，烤紅薯保溫疫苗，這種細節不是蹲點幾十天根本寫不出來。其二，荒誕上頭。荒誕不是瞎扯，而是現實太魔幻。老院長手術前念經，偷偷給貧困患者塞錢，殯葬車轉運病人，還得防着醫保改革的坑。這種黑色幽默聽着好笑，細品全是淚。那種在生死邊緣的調侃，把生活的殘酷撕開個口子給人看，既殘酷又真實，讓人不可自拔地陷入其中。其三，底色溫情。除了荒誕，還有暖。在醫患關係緊張的當下，這部劇沒想着去歌頌什麼高大上，而是實實在在的拍人。醫生也是人，也要吃飯，也有無奈。肖戰和姜妍一個鬧一個笑，那種在冰天雪地裡的互助，比什麼甜寵劇都讓人心動。那種雙向救贖的暖意，也如東北的熱炕頭，暖進了觀眾的心裡。3. 肖戰、倪大紅等演員一出場，就讓醫療劇的質感出來了。作為一部現實題材劇，小程良方陣容沒得挑，每個演員都表演在線，能夠讓觀眾不出戲。最驚豔我的還是肖戰，他一出場，那種墜落感就出來了。比如肖戰過去從《陳情令》裡的魏無羨到夢中的那片海的蕭春生，肖戰飾演的多半是意氣風發或堅韌不拔的角色，本劇中他卻直接挑戰一個失敗者，鬍子拉碴，頭髮凌亂，眼神裡全是疲憊和躲閃，這反差太大了。對於這樣的反差角色，肖戰的表演也在線。面對病患時，他專業又克制，手抖得拿不住筆；面對老院長時，他又無奈又服氣，被那種市井氣治得服服帖帖。而當他跪在冰天雪地裡救人，那種拼了命的勁頭，讓人隔着屏幕都覺得疼。肖戰演出了角色的多層次，也難怪讓網友直呼，這才是真正的演員。倪大紅老師也很好地詮釋出角色的厚度，不用多說，光是往那一坐，眼神裡全是戲。那種看似隨意，實則通透的老院長，被他拿捏得死死的。還有姜妍，一個從殯葬店出來的老闆娘，既有江湖氣，又有女人味，那股子飒爽勁兒，跟肖戰那種喪位一撞，火花四濺。也正是因為這些角色的出彩，
讓這部醫療劇有了更多嚼頭。4. 頂流與現實的碰撞，國劇新風向。最後，想再聊一聊國產現實題材。眾所周知，隨着古偶萎靡，現實題材日益成為國劇市場新的主力。觀眾們也不再只吃流量飯，而是越來越喜歡又真又硬的好故事。因此，最近2年，我們也看到了現實題材的創新求變。狂飆以掃黑破圈，高啟強的人生起伏將人性的複雜拉滿。漫長的季節堪稱年代劇天花板，細膩的鏡頭和命運的無力感都增強了故事的可看性和深度。而這部《小城良方》同樣開闢了新的視角，頂流演員與基層醫療上演雙向奔赴。雖然還未開播，也不乏爭議和質疑，但新穎設定、全員演技派依然帶給觀眾期待。尤其是那種對基層醫療現狀的真實刻畫，甚至優於許多懸浮劇。最為關鍵的是演員之間的化學反應。老戲骨帶新頂流，流量反哺冷門題材，讓這出戲變得足夠有分量，而非像許多劇看上去熱鬧，其實還是那種觀眾要被按頭接受的價值觀輸出。隨着觀眾口味日益刁鑽，與其拍一些套路的懸浮劇，真不如拍點這種有血有肉的現實題材。而央視、愛奇藝等大平台的下場，也能看出國劇依舊在努力突圍，在向好的方向發展。其實無論流量大小，對於觀眾來說，想看的還是新鮮的好故事，不靠噱頭和話題度出圈，而是扎實的拍出基層醫生在漏雨的診室裡如何守住那點光。雖說一部醫療劇最終仍要服務於故事，但能踏踏實實走出自己的風格，拍出令人真正鼻酸的現實，而非像許多懸浮劇那樣，主演像是被逼生活一樣，全無生活的煙火，只有樣板房裡的精緻。那就是現實題材的勝利。